DRK10020不是低噪声线性电源，也不是极致小电流维修电源，但作为一台100伏20安600瓦级别的开关型直流稳压源，它的电压精度、待载稳定性、动态响应、功率输出、散热保护和文波控制都比较扎实。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这台设备是很多粉丝点名想看的，重庆东尔科技出品的 DRK10020直流稳压可调电源。这种可调电源峰值功率只是入场券，真正要看的是电压电流准不准，恒压恒流切换稳不稳，线流保护靠不靠谱，文波噪声压得怎么样，以及长时间待载之后会不会出现热飘和降额。还是老规矩啊，咱们不看宣传，只看它的实际表现，就按照电子维修、模块调试、负载验证这些真实使用场景，把它好好测一遍，看看它到底是一台靠谱的桌面工具，还是一台参数看着很漂亮的大号玩具。我们先看外观和重要的规格。10020的整体形态采用的是比较紧凑的立式机身，黑色的外壳，前面板集成的 IPS 屏幕、数字键盘、编码器旋钮、独立输出开关、Type-C 上位机接口以及正负极输出端子。从操作逻辑上看，是数字设定加编码器微调，电压通过 VSET 进行设置，电流通过 iSET 设置，数字键盘可以直接输入参数，编码器则负责微调光标位。这个设计的好处是设定更直观。接通电源，屏幕部分会适时显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设定电压、设定电流，同时还会显示 CV、CC 状态、OV、OCP， 还有一些版本信息等等。背部接口除了交流输入和风扇出风口以外，还预留了485通讯接口，用于多台设备联动控制。远端测量接口对应 SNS 线谱功能。规格方面，这台电源支持 AC 100伏到240伏输入，输出范围是0到100伏、0到20安，最大输出功率600瓦。这里一定要注意啊，100伏20安600瓦不是同时成立的，它受总功率限制。另外，在 AC 100伏到170伏的输入条件下，最大限制功率是400瓦。精度方面，电压电流精度为 0.05%， 电压设置和显示分辨率都是1毫伏，电流设置和显示分辨率都是1毫安。机身尺寸235乘以82乘以170，裸机总重量约3公斤。参数只是第一眼，后面真正要看的是这些功能在实际测试里到底能不能站住。接下来进入精度可信验证。对于一台直流源来说，显示分辨率高不代表它实际输出就准确，所以这部分我将使用已经校准过的安捷伦34401 6位半的数字万用表作为外部基准，验证 DK10020的设定值、显示值和真实输出之间的偏差。首先我们测空载电压精度测试，屏幕右边我把这个要测的8组电压都列举出来了，涵盖电路设计、电子维修、工控等各种电压值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待载电压测试，刚才数值没有看清楚，大家可以暂停观看。大电流测的是它的能力上限，小电流才是一个维修工具的灵魂啊。我们现在测4档小电流，我们看一下它的设定精度。接下来我们进入输出逻辑验证，这一部分我们重点观察 DRK10020在恒压、恒流和动态负载中的控制表现，看它面对负载变化时是平稳可控，还是容易出现跳变和迟滞。首先是12伏2安的情况啊，我们是空载看它的输出电压波动的情况。从这个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开关并不是硬启动，而是有一个受控的上升过程。关断的时候也是迅速的回落，没有看到明显的负压反冲和持续振铃。从这个波形来看，它的输出开关的逻辑整体还是很干净的。
在这一轮测试，我把电压调到24伏，然后直接开启两岸负载。同样的开和关，我抓到的波形跟前面12伏空载波形是一样的。这两个测试都说明它的启动和关断还是比较干净的，不是那种粗暴的硬切换。接下来我们进入 CCCV 切换测试，看它从 CV 模式到 CC 模式，或者是 CC 到 CV 是否平稳。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模拟电路的电压突变，来看它的输出电压有没有明显的跌落、过冲和正零。接下来进入功率包络验证 ，DRK10020 标称最高100伏23 600瓦，但这3个参数并不能同时满格，所以这一部分我会用大功率的电子负载分电压档位验证它的实际输出边界。刚才测试的是220伏50赫兹的情况下，6个功率档位都可以顺利的启动，而且还可以跑满1分钟以上啊！我们现在不是烤机，只是验证它的功率。现在交流电压我已经改到了110伏60赫兹的状态，在24伏的情况下设置17安的电流，它自动的降到16.6666安，这个功率核算下来也就是400瓦的样子。接下来进入烤机保护验证，电子工具不能只看瞬时输出，更要看长时间工作是否稳定。这一部分我会继续待载，观察它的温升、风扇策略、输出漂移以及过流过压等保护逻辑。这台机器的3种基础保护功能，我们前面测试都是 OK 的啊。我们现在进入烤机测试，现在是连上这个机器的上位机，电压设的是30伏，电流设的是20安，这是大电流模式。我们以1个小时为基准，看它的温度变化、风扇工作的状态。
大家看上位机的情况，电压30伏，电流20安，一直在运行，没有停过。现在已经接近半个小时了啊！刚刚用热像仪测试了一下温度，接线柱附近的温度是31摄氏度，后面出风口的温度大概是45.7摄氏度，机壳的温度34.6摄氏度。这个温度控制做的还是可以的。我们再运行半个小时，再来看一下温度。大家看上位机实时录下来的机器运行的情况啊，已经足足1个小时了，还没有断功率的情况。我用热像仪再次来测试了一下它的温度，接线柱位置31摄氏度，机壳温度35摄氏度，背面出风口温度45摄氏度，跟半个小时的时候温度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烤机测试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是100伏6安的话，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6安它的输出电流更小，只是电压变大了。这台 DRK10020，它的上位机做的还是可以的，界面美观，用起来也很简单。还有就是它有电压远端补偿功能，这些都需要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下啊。我们最后进入文波验证。对于直流源来说，输出干净程度会直接影响被测电路。这项测试我会测试它的6个档位功率的输出的文波情况。首先是5伏1安5瓦的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7 毫伏，平均文波 7.1 毫伏左右。12伏5安6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5.6 毫伏，平均文波 13.5 毫伏左右。现在是24伏10安240瓦功率啊，文波最高的时候 21.3 毫伏，平均文波 19.2 毫伏左右。30伏20安，这个已经就是600瓦功率了，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9.2 毫伏，平均文波 19.2 毫伏。这个电压档位是60伏10安，也是600瓦啊。它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 29.2 毫伏，平均文波 25.8 毫伏。现在就是100伏6安，也是600瓦。这个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9.4 毫伏，平均文波 31.5 毫伏左右。文波控制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兄弟们，这台 DRK10020 测试下来，我觉得它是一台更偏向电子工具属性的宽范围直流稳压源。先说优点，电压精度这一项它的表现比较扎实，空载状态下实测偏差基本都是几个毫伏级。待载之后，偏差也主要集中在10几到20几毫伏左右，没有出现某个档位突然大幅偏移的情况。对于一台100伏20安600瓦的宽范围直流源来说，这个电压可信度是可以肯定的。输出逻辑方面，它的表现比较稳定，空载和待载开关时启动不硬冲，关断也干净， CCCV 切换过程平稳，没有明显乱跳。动态负载测试里，输出端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电压下线、过充和恢复正零，这说明它在常用的低压档位面对负载突变时的控制做得比较从容。功率和散热方面，功率暴露验证没有问题，30伏20安连续烤机1个小时，机器没有异常，半小时和1小时的温度基本接近，说明机器已经进入热平衡。这个温升表现对于这个体积和功率级别来说是比较漂亮的。保护逻辑、过流、过压短路保护动作都比较及时，触发保护后按下启动键就可以退出，使用逻辑比较清楚。文波表现也值得说一下，3组600瓦工况下，最高文波分别是 39.2 毫伏、29.2 毫伏和 49.4 毫伏。对于一台小体积、宽范围、开关型直流源来说，这个文波控制还是比较优秀的。当然，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小电流精度这部分，几十毫安到几百毫安档位整体略低，所以拿它做极低电流维修判断，这一点心里要有数。它更适合做宽范围供电、模块调试、功率验证和研发桌面电源，而不是专门替代毫安级精密维修电源。综合所有的测试表现来看， DRK10020 不是低噪声线性电源，也不是极致小电流维修电源，但作为一台100伏20安600瓦级别的开关型直流稳压源，它的电压精度、待载稳定性、动态响应、功率输出、散热保护和文波控制都比较扎实。
它符合一台电子工具电源该有的样子，不是参数玩具，而是一台确实能摆在工作台上长期干活的工具。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了真相，认真测载，客观输出。我是李火车载，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